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在现在这个社会实现阶层的跨越，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认知和方法论？对，然后包括我们怎么去积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资源，甚至怎么去主动的寻求一些外部的支持。没错没错。咱们先来讲讲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的现状。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从2025年这个节点来看的话，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呢是呈现出一种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这么一个复杂的特征。那如果我们从收入的分层来看的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月收入低于3000块钱的极低收入层还占到了31.6%，然后呢，月收入超过3万的高收入层其实只占到0.8%。这数据还挺悬殊的哈。对，那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绝对人数有多少？如果细分的话，高收入的人口是3100万，占2.85%，中等收入的是1亿2千万，占8.5%，剩下的12亿5千万都是低收入，占88.65%。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工资的分布啊，就是月入5万以上的特高薪只占0.5%，然后3万到5万的高薪占1.7%， 2万到3万的中高薪占3.8%， 1万5到2万的高薪占6%， 1万到1万5的中低薪占12%， 5000到1万的普薪占38%， 3000以下的微薪还占8%。所以整个这个社会的收入还是一个阶梯状的非常明显的分布。明白了。那现在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整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其实现在的中国社会啊，阶层流动是一个向上流动的动力和阶层固化的压力并存的这么一个情况。对。那如果我们从代际流动来看的话，中国的这个代际绝对流动率是45.63%，其中向上流动率是38.07%。那这个数据呢，是明显低于日本的68.9%和韩国的82.7%的，说明中国的阶层流动还是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的。这么说感觉好像阶层上升挺难的。对，但是不是说教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点吗？没错没错。2025年有20%的底层家庭的子女是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的跨越，这个比例比10年前高了8个百分点。然后波士顿咨询还预测说，到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会再增加2.5亿人，其中有60%是来自于县域经济。看来教育还是挺重要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阶层跨越的科学认知以及方法论的基础。对，那在社会学家的眼中，阶层跨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这个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又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解视角？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阶层跨越其实就是一个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这4种资本的积累和转换。对，那布迪厄的这个资本理论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光有钱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懂得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进行一些战略性的转换，你才能够真的实现阶层的跃升。听着还挺复杂的啊。那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各自认为哪些要素是对阶层跨越起到关键作用的？心理学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认知模式、行为习惯和心理韧性。那像成长型思维、延迟满足、自我效能感，还有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内在的动力。然后经济学的话，就把阶层跨越看成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面去追求个人投资回报率最大化的一个过程。对，那你不管是在教育上的投入，还是技能培训上的投入，还是职业选择上的投入，都要靠理性的分析和决策。所以说阶层跨越也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完成的事儿呗。没错没错，就是系统论告诉我们说，阶层跨越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是个人的天赋、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历史机遇等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所以想要真的成功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策略，而不是说靠某一个方面的努力就可以。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来看看怎么能够通过回馈分析法来认清自己。对，那彼得·德鲁克提出的这个方法，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帮助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的？回馈分析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强大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工具。它是由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提出来的。然后他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说，发现自己优势的唯一办法，不是靠自我感觉，也不是靠别人的评价，而是靠反馈分析法。听起来这个方法还挺客观的啊。对，那它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具体操作的话，就是每当你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或者要采取一个重要的行动之前，你先把你预期会发生的结果写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把实际的结果和你当初的预期做一个比较，那这个差距就会告诉你你的优势和劣势到底在哪里。OK，
那这个方法它背后其实是行为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它可以帮你绕开我们天生的那些主观偏见和认知偏差，让你看到你真实的能力到底在什么水平。这个回馈分析法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操作的话其实分3步，第一步就是你要做好预期的记录，比如说你要决定要接下一个新项目，那你就要写下你对于这个项目的核心决策，你做这个决策的假设是什么，然后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可以衡量的结果，以及你这个结果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我认为这个项目我可以在3个月之内完成，然后成功的标准就是客户的满意度要在 90% 以上，那这些东西都要提前写下来。然后第2步是不是就是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来对比一下实际结果和预期的差距？是的，就是大概9到12个月之后，你把实际的结果和你之前写下来的预期做一个很细致的对比，然后你不仅仅是看这个事情是成了还是败了，你要去深挖这个差距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高估或者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还是说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你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还是说你的执行策略有问题。那最后一步呢？最后一步就是你要坚持这样做2到3年，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任务你总是可以超预期的完成，哪些领域你再怎么努力都很难达到你想要的结果。那这些稳定的模式就会非常清晰地告诉你，你的核心优势在哪里，你的能力边界在哪里。那回馈分析法和传统的那些人格测试，像 MBTI、9型人格这些相比，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其实像 MBTI、9型人格，包括大5人格这些，在自我认知领域里面都用的非常多，但是他们的准确率其实都挺有限的。MBTI 的预测准确率只有 11%， 9型人格稍微高一点，也只有 13%， 就连表现最好的大5人格，它的平均准确率也只有 23%。 听起来这些传统的方法好像并没有那么靠谱啊。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格测试它只是描述了一个静态的性格特点，它没有办法去告诉你你在不同的情境下面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以及你真正的能力水平是怎么样的。那回馈分析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基于你真实的结果数据，所以它就非常的客观，它可以有效的避免你自己的美化或者说社会期望的偏差。因为有研究发现，90%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是高于平均的，那这个就说明大家都是有这种自我美化的倾向的，但是回馈分析法可以帮你纠正过来。所以回馈分析法是更能捕捉到一个人在实际中的成长变化，是吗？没错，因为它是关注你在不同的任务上面的实际表现，所以它是可以反映出你的能力随着时间是怎么变化的。那这个对于你做职业的决策或者说规划你的技能发展是非常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而且你自己就可以操作，也不需要花钱去请什么专业人士帮你，所以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方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会讲到回馈分析法为什么能够窥探到我们的潜意识。那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些认知科学的原理在里面的。对，就是我们的大脑意识和潜意识是怎么分工的。简单来说呢，我们的意识就是大脑的前额叶主导的一个系统，它负责逻辑推理、目标设定、语言表达，还有就是一些主动的决策。那我们的潜意识呢，是由基底神经节、杏仁核这些比较古老的脑区去驱动的，它的运行速度非常非常快，是意识的20万倍。然后它主要是负责一些自动化的行为、情绪的记忆和本能的反应。所以说我们平时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受潜意识控制的。对，那回馈分析法是怎么把这些东西给挖出来的？就是通过记录和对比你的预期和实际的结果，你就可以发现那些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自动化的行为模式和情绪反应。比如说你以为你很擅长公开演讲，但是每次你讲的时候你都会很紧张，那这种差距就可以帮你揭示出你内心里面对于表达的一些深层的恐惧。对，那这个就是回馈分析法可以帮你去做的。除了能够揭示我们的一些自动化的行为和情绪反应之外，回馈分析法还能帮我们克服哪些认知上的难题呢？它还可以帮我们系统的去纠正一些认知偏差。比如说有研究发现，自恋的人在受到批评的时候，他的大脑的杏仁核会比普通人活跃 1.8 倍，然后负责理性分析的这个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会下降 23%。 那这个就是会导致他没有办法客观的去看待自己。但是回馈分析法因为是靠一个客观的结果来做反馈的，所以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抵消掉这种神经机制带来的一些自我认知的偏差。原来如此，所以回馈分析法其实还能让我们的学习能力变得更强。对，因为匈牙利的罗兰大学有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人在做一些简单任务然后走神的时候，其实大脑是在进行一种特殊的学习。这个时候你的潜意识的模式识别能力会增强，你更容易去发现环境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回馈分析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机制，通过不断的去对比结果来强化你潜意识的这种学习，让你可以不知不觉的就提升了。
回馈分析法在实际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场景是可以用得上的？这个方法其实在很多关键的决策点都可以用，比如说你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要换岗位了，要接一个新项目了，那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分析一下你过往的一些经历，然后看看到底你是不是适合走这条路。比如说有一个技术人员，他在考虑要不要转管理，那他就可以去回顾一下以前他带项目的时候的数据，看看自己在团队协作、沟通这些方面到底表现怎么样，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听起来不光是职业选择，在个人能力提升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也能用得上吧？没错没错，比如说你在学一个新技能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记录一下你的学习过程，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更擅长学哪一类的技能，或者说你最适合什么样的学习方法。那包括你在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记录一些互动来发现自己在沟通上面的一些优点和不足。那这个方法其实在创业和投资领域也特别有用，因为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对比你商业决策的一些预期和结果，来不断的优化你的判断力和你的策略。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通过这个回馈分析法真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的？有啊，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张明，他本来只是一个社区的物业的便民服务专员，然后他的月薪只有4500块钱，但是他用了回馈分析法之后，发现自己特别擅长帮业主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客户满意度总是很高，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起了社区服务的中介，就是帮这个保洁、维修、育儿嫂、养老护理这些正规的商家来做一个对接，然后他就可以抽成5%到15%。到2025年的10月份，他的这个工作室已经服务了2000多个家庭，然后他的月净利润突破了8万，就他已经靠这个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这个回馈分析法真的很有用啊！那有没有什么年轻人用这个方法获得了成功呢？还有一对零后被大家称为狼尾兄弟，他们也是通过回馈分析法发现自己特别擅长墙绘装饰，然后他们就坚持去记录和分析客户的反馈，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融合了绘画、雕塑和建筑知识的浮雕创作方法。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通过抖音去做自媒体，他们的一个麋鹿主题的高浮雕的视频爆火，然后他们就年营收超过了100万，并且吸引了500多人想要拜他们为师。太厉害了！那咱们下一个主题要聊的就是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互动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交换理论又是怎么解释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则其实它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它其实也渗透在所有的社会交往当中。那马克思不是说吗？就是商品交换的本质其实就是价值量的对等交换，就是你要交换的这两个东西，它所蕴含的价值量是要相等的。对，那这个其实就直接定义了我们在经济领域里面的这种交易的基础。所以说这个原则其实不光是钱和物的交换，它也可以解释很多我们日常的人际互动。没错没错，因为社会交换理论就认为我们的社会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交换，它不仅仅是物质，它还包括了情感、地位、服务、信息，所有的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对，然后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想要以最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收益，所以这个理性的选择就成为了社会交换的一个根本的动力。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现在这个中国社会，这个等价交换原则到底有哪些新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价值的多元化，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经济价值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的话，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这些非经济的价值越来越被看重。对，那一个想要实现阶层跨越的人，他必须要能够在这几种不同的价值之间灵活的进行转换，他才能够抓住更多的机会。那除了这个价值多元化之外，这个交换的方式是不是也变得更复杂了？是的，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交换关系已经不是说两个人之间的简单的买卖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你可能同时在跟很多人进行多边的交换，那这个网络就会给你带来很多机会，但是同时也会让整个的交换过程变得更难以预测。这么说的话，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是说你今天的付出可能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有回报？没错没错，现在很多交换都是跨期的，你今天的努力可能要过几年才能看到结果，所以这就需要你有更长远的眼光和能够忍受延迟满足的能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谁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谁就可以在交换当中占据上风，所以能不能够高效的获取和处理信息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力。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积累自己的价值，都有哪些比较切实可行的策略？然后在经济资本这方面，我们有哪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可以分享？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价值积累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系统的工程，
有研究就发现，中国的底层家庭想要实现阶层的跃迁，平均需要2.7代人的持续努力。就是你不是说我这一代人拼命就可以完成的，你往往需要整个家族长时间的投入和积累。听起来就感觉好像光靠一代人的打拼确实挺难的。对，那我们在攒钱这个事情上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说到这个，我们就以2024年为例啊，当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636元，那平均每个月就是3470元。那在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下，想要去积累经济资本的话，首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让你的收入多元化。有调查显示，搞多元增收的人群里面有 71.3% 的人每个月可以通过副业多赚3000块钱以上，然后还有 28% 的人副业的收入甚至超过了主业。所以副业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增加收入的方式。那我想问一下，除了这个开源之外，在节流和投资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比较好操作的方法吗？在节流方面的话，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50%、30%、20%的消费原则，就是你把你收入的50%用于你的日常的必要开支，30%用于提升你的生活品质，然后剩下的20%要强制自己储蓄或者投资。那至于投资的话，像2025年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这些领域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机会的。甚至有一些草根的玩家，他就是通过一些比较好的商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盘活了数亿的不良资产，最后净赚上千万的现金。那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上面，普通人有哪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方式？说到人力资本的话，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教育的投资。虽然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对于底层的家庭来讲，它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对，那2025年其实已经有 20% 的底层家庭的孩子是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的跨越，这个比例比10年前高了8个百分点。所以说技能培训是不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啊，因为技能培训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突破点。2025年中国的这个消费者的职业培训的参与率已经高达 91.90%， 然后整个的市场规模也快要到 4.5 万亿元了。对，那比如说像一些传统的焊工，他如果去学会了焊接机器人的编程的话，他的工资马上就可以从6000块钱涨到12000到2万5。对，那这种技能的提升是非常非常直接的。确实是这样。那除了这个技能培训，持续学习是不是也很关键？没错没错，因为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这么快，你每年可能都要拿出10%左右的收入来投资在学习上面，然后去关注一些未来的一些趋势性的技能，这样才能够让自己一直保持竞争力。说完了人力资本，那社会资本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积累？社会资本的话，其实你想要积累它，最核心的就是要去积极的参与行业的社群。比如说你是搞金融科技的，那你可以去加入量化投资研究会，然后你如果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那你可以去参与数字医疗创新联盟这样的一些专业组织。对，那你就可以不断的去贡献你的价值，同时也提升自己的专业形象，然后慢慢的去搭建起属于你自己的高质量的人脉网络。所以说光靠自己埋头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主动去链接资源。没错没错。然后除了这个社群之外，你还要去有意识的去寻找导师，比如说加入一些有导师配对的项目。那有数据显示，有 85% 的人都觉得有了导师之后可以大大缩短你把技能付诸实践的时间。对，然后你也要去积极的参与一些跨界的合作，比如说金融和科技的合作，医疗和 AI 的合作，那你就可以既学到新的技能，又认识不同领域的高手。那有研究表明，同时拥有前沿技能和强大人脉的人，他的收入是要比那些只有技能的人要高30%到40%。那在不同的场景下面，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在社交或者学习的环境里面，这个价值交换到底有什么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不同的场景下面，价值交换的规则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职场里面的话，最直接的就是你的能力和你的薪酬是挂钩的。对，但是这个能力定价其实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技能溢价的趋势。比如说2025年的人工智能行业，高级的算法工程师，他的年现金收入的75分位是 79.3 万，但是中级的可能就只有 51.1 万。那你像半导体行业的高端芯片架构师，他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更是高达 91.1 万，这个是远远高于工艺类的岗位的。看来就是这个技能的含金量真的是会直接反映到收入上面。没错没错。然后除了这个工资之外，其实职场里面还有很多隐性的交换，比如说培训的机会、晋升的空间、社会的认可、成就感。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于你的长远发展来讲，可能比你眼前拿多少薪水还要重要。而且现在很多公司都在用数据来评估你的绩效，
所以你不光要会干，还要会把你的价值量化出来展示出来。那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绩效档案，把你做的成果、取得的成绩都记录下来，这样才能更好的证明自己的贡献。这么说的话，创业和职场相比，在价值交换上面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创业的话，它的这个价值交换就会复杂很多，因为你首先要设计一个商业模式，让它能够持续的创造和交换价值。比如说现在很火的平台经济，抖音电商每做1个亿的在线交易，就可以带动378个人就业。对，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交换场景。所以创业就是要不断的去整合各种资源，然后还要承担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创业的过程，就是你要不断的把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这些资源高效的整合在一起，然后还要在这个风险和收益之间去做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那有研究就发现，那些成功的创业者，他们往往都能够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去看待风险，就是他们能够在别人觉得很不确定的地方看到一个新的机会。那社交和学习这2个场景下面的价值交换又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社交场合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互惠和情感的长期的交换。对，那它的这个回报周期是很长的，而且往往都是很隐形的。比如说你获得了一些情感的支持，或者说你获得了一些身份的认同，这些东西其实对于你的个人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它很难去量化。明白了，所以社交里面的这种关系的深浅和圈层的不同，也会影响这个交换规则，是吗？因为社交网络它是有很明显的圈层的，那不同的圈子里面，大家遵循的一些交往的规矩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学会去灵活的适应。然后学习场景下面的话，它是一个以投资为核心的价值交换。比如说现在很火的知识付费，那2025年的时候，这个脑力型的副业，像知识付费和咨询服务，它的平均月收入已经能够达到9800到10500元。对，然后还有技能交换，在年轻人当中也特别流行。有调查显示，73.9% 的青年认为技能交换会成为新的社交方式，92.4% 的青年有兴趣尝试与他人交换技能。另外就是像师徒制这种经验的传承，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在学习场景下面的价值交换。它虽然是很非功利的，但是它对于个人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行，那我们下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数字化时代的技能需求图谱。对，就是说现在这个2025年了，咱们中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到底带来了哪些人才市场上面的技能需求的变化？其实现在整个的技能需求结构已经是彻底的变了，就是很多传统的技能的岗位在快速的消失，然后与此同时，与数字化相关的一些新的技能的需求正在以一个非常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扩张。听起来好像是有些行业真的是一夜之间就火起来了。那这些行业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领域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那2025年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6000亿元，然后人才的缺口是超过500万，供需比只有1:10。对，那像算法工程师的年薪是可以去到25到60万，资深的甚至可以破100万。然后 AI 产品经理的平均月薪也有19459元。就是它不光是要求你懂技术，还得懂怎么把技术落地到商业里面去。看来人工智能行业真的是很热门啊。那其他行业呢？比如网络安全、新能源这些领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高薪机会？当然有啊，网络安全也是现在非常非常紧缺的一个领域。像网络安全工程师的平均年薪是21.28万元，然后资深的可以去到30万以上。那系统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在2025年的平均月薪是26.6K， 比2024年涨了78%。云安全工程师的话是年薪可以去到20到40万。那新能源和智能制造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国家双碳的目标，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维修技师现在全国缺口有80万。然后高级的维修人员的月薪是可以去到15000到25000，比传统的汽修要高50%。那储能工程师的话，新手的起薪就是7000起，然后资深的也可以去到30-40万年薪。到2025年，整个储能市场的规模是有望突破1000亿元的。这么多行业都在崛起啊！那在数字经济和新消费领域，又有哪些新的职业机会是最近特别热门的？数字经济催生出了很多全新的岗位，比如说直播电商运营。那抖音电商的产业带的数据就显示，每一个直播电商的岗位背后是可以带动3.36个相关的支持性的岗位的，那包括生产、运营、物流等等。那这个跨境电商是不是也比以前机会更多了？是的，因为现在中国品牌出海的速度在加快，所以跨境电商的人才也是非常非常抢手的。然后他们的平均薪资是比传统电商要高出30%以上的。另外就是内容创作和社群运营，也是现在很多企业都急需的。因为随着这个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私域流量的运营已经变成了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所以对这方面的人才的需求也是在激增的。这些行业都挺不错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技能学习的投入产出分析。对，就是我们在学一个新技能的时候，到底要投入哪些成本？然后不同的技能，它的回报周期和回报率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学习一门技能的话，它的成本其实是可以分成2部分的，一部分是直接成本，就是你要交的培训费，你要买的教材，你要考这个证书的考试费。那像人工智能这种技能的系统培训，可能光课程就要花个2万到5万。然后另一部分就是间接成本，主要是你学习期间放弃的工作收入。这个对于很多在职的人来说，其实是最大的一块成本。而且很多技能不是说你学一次就完了，你还要不断的投入去更新，那这也是一笔持续的开销。看来学技能真的不是说光掏学费那么简单啊。对，那不同的技能学完之后，到底能赚多少钱？多久能回本呢？其实不同技能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人工智能算法，它可能学下来要花个3到5万，然后半年到1年的时间，但是你一毕业可能就有25到30万年薪，然后3年之后就可以涨到50到80万，那可能1、2年就回本了。那像网络安全的话，它的投入会少一点，可能花个2到3万，学个3到6个月，起薪就有20到25万，然后3年之后可以到35到50万，也是差不多1年左右就可以回本。像一些门槛没有那么高的技能，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维修，是不是也是回本很快？没错，新能源汽车维修的话，可能只需要花个1万到2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去学，然后起薪就有15到20万，3年之后可以到25到35万，也是1年回本。那像工业机器人编程和数据分析这种，可能投入更低，回报周期更短，最快半年就可以回本。所以说，这个技能的投资回报率是你在选方向的时候必须要认真考虑的。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说越来越看重这种技能的组合，而不是单一技能？因为现在这个职场上面单技能的人，他的被替代率是高达68%，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多技能的人才，你的这个安全系数就可以飙升到81%。所以现在企业都喜欢一专多能的人，就是你有一个核心的能力，然后你又可以跨界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所以说，就是技术和商业、硬技能和软技能的这种结合就变得特别关键了。没错。比如说你是一个程序员，那如果你只会写代码的话，那你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你既懂技术又懂产品设计或者项目管理，那你就会更有竞争力。那数据也显示，懂技术又懂商业的这种产品经理，他的薪资是比纯技术的岗位要高20%，然后再加上你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创新思维这些软技能，也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一个关键。所以现在的技能组合已经不是说1+1等于2了，它是一个真正的倍增器。好的，那手艺到底是怎么帮我们保障生活，然后又怎么帮我们积累人脉的？其实你如果有一门非常精湛的手艺的话，它不光是可以让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还可以让你靠你的专业能力去结识更多高质量的人脉。对，那这个其实在很多行业都是通用的。现在这个社会，手艺要变现的话，都有哪些方式？现在的变现的渠道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本职工作上面深耕。那你像数控车工，如果你是中级工的话，你可以拿到7000到12000的月薪。那你如果是高级工的话，你可以拿15000以上。然后很多企业还会包吃住，给你缴5险1金。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靠手艺吃饭的方式。所以说，除了主业之外，其实手艺也可以成为你副业收入的一个来源。对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做社区物业的，但是他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做社区服务的中介，那他每个月的净利润是可以突破8万的。然后还有很多人是把自己的手艺，比如说你擅长做烘焙，或者说你擅长做手工艺品，那你可以把它做成课程，放到一些知识付费的平台上面去卖。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你的技能变现的方式。甚至有一些人他是用自己的技术去入股创业公司，那他就可以获得一部分的股权收益。那这个也是现在越来越多技术专家会去选择的一种方式。手艺还可以用来积累人脉。对，那这个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手艺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人脉通行证。比如说你加入一些行业的论坛或者是技术社区，那你就可以通过展示你的手艺认识很多同行。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业内的专家，然后他可能就会成为你职业发展的一个引路人。看来就是一起做项目，一起交流，真的很容易建立起比较牢固的关系。是的，尤其是在一些跨行业的创新项目里面，你会遇到来自不同背景的高手。那这个时候你通过合作就可以把你的人脉圈大大的拓展，然后你还可以通过拜师学艺去进入到一个比较资深的前辈的人脉网络当中，或者你也可以像郎伟兄弟一样，通过自媒体把自己的手艺展示出去，那你就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来主动找你。
手艺和人脉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会产生哪些1+1大于2的效果？当你既有手艺又有人脉的时候，首先你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行业里的最新的技术动向，或者说一些好的工作机会。对，那有数据表明，超过85%的高薪岗位其实都是靠人脉内部推荐的。那你在这个圈子里面，就可以比别人优先获得这些资源。所以说人脉其实不光是帮你找工作，还可以在很多方面给你助力。没错，没错，就是你的人脉网络越广，你越容易获得学习的资源、合作的项目，甚至投资的机会。比如说像2024年有一个 AI 技能认证项目，他们的社群里面就有200多家企业直接在里面发布他们的内部招聘，然后还有很多人在里面组队做项目，互相激励，那大家的技能提升的就会非常快。而且你在转行或者创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来帮你分担风险，对你的成长是全方位的一个加速。既然手艺和人脉这么重要啊，那咱们下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通过生理调理来改善精神状态。对，运动和冥想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对我们的大脑产生影响？然后最新的科学研究又揭示了哪些细节？运动和冥想它背后的这些科学依据其实是非常充分的。就比如说运动，2024年哈佛医学院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规律的科学运动可以让孩子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平均增大12%，然后孩子的专注力、记忆力、逻辑思维能力都可以提升25%以上。那这个其实对于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因为海马体是我们大脑里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运动竟然能够直接改变大脑的结构，对，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分子机制来实现的呢？这个其实在2025年的12月份，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在《自然》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他们发现运动可以诱导血浆因子促极蛋白的产生，然后这个东西可以作用于脑血管内皮细胞，从而抑制神经炎症，并且促进海马体的神经发生。那他们在实验当中把运动的小鼠的血浆输到了那些久坐的小鼠的体内，然后这些小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也都得到了提升。所以这就说明运动它是可以通过血液来传递一些神经保护的因子的。听起来运动的好处真的很多啊，那是不是说运动越多就越好呢？也不是，就是运动它是一个倒 J 型曲线，就你得适量。对。那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也有一项研究，就是发表在细胞代谢上面的，他就指出每周的运动量在3972 MET 分钟的时候，认知风险是最低的，超过这个拐点之后，认知障碍的风险反而会上升。所以运动你要讲究一个适度。那高强度间歇训练在提升认知能力上面到底有多大的效果？这个的话，有最新的一项原分析就显示，高强度间歇训练它是可以显著的提升信息处理的速度、执行功能和记忆力的。然后它的这个效果可以持续24个小时，就你今天练了，可能明天你的记忆力测试都会更好。说完了运动，那咱们再来看看冥想，它到底是怎么从分子和细胞水平上影响大脑的？其实冥想它也是有非常坚实的科学基础的。比如说有研究发现，你每天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正念冥想，就可以让大脑的这个清洁系统，也就是脑脊液的流动速度提升32%。对，就它会像潮汐一样把你大脑里面的代谢废物给带走。然后这个是在2024年范德堡大学用 fMRI 测出来的。10分钟就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对。那长期坚持的话会怎么样？长期坚持的话，哈佛医学院有做过实验，就是每天10分钟的正念练习，可以让你的杏仁核，也就是产生焦虑的这个区域，体积缩小19%，同时呢，让你的前额叶皮层的控制力增强。那这些都是可以提升你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决策水平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升了之后，是不是我们的幸福感也会大大提升？对啊。而且2024年，巴斯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他们在英国健康心理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就他们做了一个横跨91个国家1247名成年人的实验，然后让他们每天都做正念训练，持续30天，结果发现他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19.2%，幸福感提升了6.9%，焦虑减少了12.6%，对健康的态度改善了7.1%，想要做出健康行为的意愿也多了6.5%，而且这些效果在1个月之后依然是很稳定的。运动和冥想如果一起做的话，会产生哪些独特的效果？最新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运动和冥想如果结合起来的话，是可以产生协同效应的。就它的效果是要比你单独做运动或者单独做冥想要好很多的。比如说正念行走，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去关注你的呼吸和你的身体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同时激活你的运动皮层和你的前额叶皮层。这么说的话，正念行走在提升认知和情绪上面，是不是比普通的静坐冥想更有效？有实验就是让参与者每天做20分钟的正念行走，然后持续12周，结果发现他们的工作记忆容量提升了28%，就相当于你的智商测试可以直接提高6分。这个效果是比单纯的静坐冥想要好的。那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比如说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科学的安排？然后不同的运动方式到底有什么作用？就运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有氧运动，你一周可以做个3到5次，然后每次30到60分钟，就中等强度就可以。然后力量训练的话，你一周可以做个2到3次，重点是练你的核心肌群。那如果你要做 HIIT 的话，一周1到2次就够了，每次20到30分钟，而且最好是在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去运动，睡前就不要太剧烈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冥想和这些身心整合的练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冥想的话，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晚上睡觉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做个10到20分钟的基础冥想。那如果你想要进阶的话，你可以每周再加上2到3次30到45分钟的正念行走或者是冥想瑜伽。那你也可以尝试一些太极、八段锦，然后瑜伽、普拉提，这些都是可以帮你把你的身体和心理结合在一起的一些练习。包括你去森林里面散散步，或者说自己打理一下花园，这些都属于自然疗法，也是可以帮助你去调节身心的。好的，那生理状态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的可塑性，影响我们的学习能力的？其实大脑它是有终身可塑性的，那这个生理状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就运动它是可以促进脑源性神经引疗因子，也就是 BDNF 的分泌。那这个 BDNF 就被称为是大脑的肥料，它可以帮助神经元生长，然后建立更强的连接。所以说光靠听讲座，光靠看书是不够的，还得配合着好的生理状态，才能真正把这个知识变成自己的。对，因为2025年有一个研究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发现单纯的去接收知识，它只是建立了一些临时的连接，只有你真正的去行动了，比如说你去运动了，这个时候才会触发 BDNF， 然后把这些临时的连接巩固成一个高带宽的通路。那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学习的时候，同时保持一个很好的生理状态，比如说你有充足的睡眠，你有适度的运动，你有健康的饮食，你的大脑就会更容易把这个新的技能学会，然后记得更牢。原来是这样啊！那生理状态对我们的情绪调节和重大决策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你的身体状态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调节。那大脑里面的海马体，它是一个情绪调节的中枢，然后它的体积和功能其实是跟运动紧密相关的。就哈佛医学院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运动可以让你的海马体变大，然后你的情绪调节能力也会随之增强。所以说，一个好的生理状态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在关键的时刻保持冷静，做出更好的选择。没错，没错，就是你在面对创业、投资、职业转型这种非常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其实是跟你的身体状态非常非常相关的。那如果说你身体很疲惫，或者说你很焦虑，你就很容易做出一些情绪化的错误的判断。明白了。那为什么说要想在阶层跨越的这条路上走得远，就必须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的能量？因为阶层跨越它不是一个100米冲刺，它是一场马拉松，那你必须要能够持续的投入非常高的强度。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能量管理就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有研究表明，如果你的生理状态很好的话，首先你的基础代谢会提高，那你就可以在长时间的工作当中保持一个旺盛的精力，然后你的睡眠质量也会更好，那你第二天起来就会恢复得更快。那身体好还可以让你少生病，对，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当中。对啊，而且你的免疫系统也会更强大，你就会少受一些疾病的困扰，然后你的激素分泌也会更平衡，那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就会更淡定。对，那比如说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他因为长期的高压导致焦虑症，后来他尝试了3个月的冥想训练，结果他的皮质醇就是压力激素下降了28%，然后他的工作效率反而提升了32%。就这个生理调理其实是可以直接影响你的工作表现的。这么说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健康上面投入到底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回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生理调理其实是一个回报率非常高的投资。就有医疗成本的数据显示，你去治疗慢性疾病的花费往往是你去预防它的花费的好几倍，甚至是好几十倍。那你如果说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的话，你首先可以省下来一大笔医疗的开支，
然后你也会因为身体很健康，你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你的工作效率也会更高。所以说，身体健康其实是你能够延长你的职业寿命，然后提升你的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础。对啊，就是你只有身体健康了，你才能够长时间的在你的事业上面持续的投入，然后也有更多的精力去享受你努力得来的成果。对，那这个其实是你实现阶层跨越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个性化生理调理方案设计的环节。对，就是我们在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要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自我评估？我们在设计这个方案之前，要先对自己做一个全方位的评估。那这个评估其实是分几块的。第一块就是你的基础健康状况，就是你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然后你的过往病史、家族病史，你现在的精力水平怎么样，睡眠怎么样，饮食有什么习惯，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除了这些基础的健康状况之外，是不是还得考虑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心理状态？对呀，运动能力肯定是要考虑的。就你现在有没有运动的习惯，然后你的心肺功能怎么样，肌肉力量怎么样，柔韧性怎么样，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方式，然后心理状态也是很重要的。你最近的压力大不大？你的情绪是不是很容易波动？你的专注力好不好？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方案的制定。生活方式是不是也会对这个方案的制定有影响？没错，就是你的工作是偏体力的还是偏脑力的？你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工作压力大不大？你的作息是不是规律？你平时吃饭有没有什么偏好？这些都是生活方式的评估。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些所有的信息，来给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你的调理计划。如果说有的人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那他在运动和冥想上面应该怎么安排？上班族的话，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整天都窝在这个电脑前面，那他肯定肩颈啊、腰椎啊、眼睛啊都很容易出问题。那我们就会建议他每小时一定要强迫自己站起来活动5分钟，然后可以利用这个上下楼的时间去爬爬楼梯，或者说提前1、2站下车走路回家，让自己每天的步数达标。然后周末的话，一定要尽量的去户外骑行啊、登山啊，就是让自己动起来。所以说，就是除了这个运动之外，日常的冥想练习也很重要，是吧？是的，比如说你中午午休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正念冥想，然后让自己的大脑彻底的放松一下。然后工作的间隙，你也可以随时停下来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然后晚上睡前，你也可以做一个身体扫描，来缓解你这一天的疲劳和紧张。像这种创业的人，压力特别大，然后作息又很不规律，那他的这个生理调理方案要怎么去设计？创业的人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时间根本就不规律，然后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精神一直是绷得很紧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可以尝试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好的锻炼效果，然后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就是他既可以锻炼，又可以通过团队的运动来缓解他的压力。除了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创业者来放松自己吗？还有就是可以学一点太极拳或者瑜伽，这2个都是可以帮助你去释放压力的。然后冥想的话，就是早上起来可以先做一个15分钟的冥想，让自己这一天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如果说你白天突然之间觉得很焦虑，你也可以随时花5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快速的冥想。然后晚上睡前的话，可以做一个感恩冥想，就是把你这一天的好的事情都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减轻很多焦虑，让你更容易入睡。体力劳动者和学生在生理调理上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体力劳动者的话，他因为每天的体力消耗已经很大了，所以他可能会忽略掉系统的锻炼。那我们会建议他可以多做一些拉伸和放松，然后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有氧，比如说游泳啊、慢走啊，然后也要注意核心肌群的训练，这样的话可以预防你在工作当中受伤。然后冥想的话，可以多做一些身体感知的冥想，或者说一些呼吸的调节，来帮助你恢复。学生的话，因为学业压力比较重，然后又处在一个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那他在运动和冥想上面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学生的话，建议就是可以多做一些球类的运动，然后可以去户外跑跑步，然后也要积极的参加学校的一些体育活动。然后冥想的话，可以在学习之前做一个短时间的专注力冥想，然后考试之前做一些减压的冥想，然后晚上睡前做一些放松的练习。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学习效率，然后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那我们在执行这个生理调理计划的过程当中，怎么去科学的监测它的效果，然后根据这个效果来调整我们的方案？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监测的指标体系。那这个体系里面，我们不光要包括你的体重、体脂率、血压、心率这种生理指标，
还要包括你的压力水平、情绪变化、专注力这些心理的状态，然后你的运动的频率、冥想的时长、作息是不是规律，这些行为的习惯我们也要去跟踪。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工作效率有没有提升，你的学习成绩有没有进步，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变好，这些效果的反馈我们也不能忽略。那这些指标我们要多久测一次呢？日常的话，就是你每天都要把你的运动、冥想、饮食、睡眠都记录下来，然后每周要做一次回顾，然后每个月要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做一次全面的检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去调整你的计划。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平台期，那你可能就要换一个运动的方式或者冥想的方式，然后包括季节变化，或者说你生活当中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那你也要及时的去修正你的方案。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你一直是在最佳的调理的轨道上面。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进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拒绝完美主义，践行边做边完善。对，这个 MVP 原则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然后它背后有哪些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依据？其实这个 MVP 原则它最原始是来自于精益创业，然后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说，你做出一个最小可行的产品，然后赶紧去上线去测试，然后用真实用户的反馈来驱动你的迭代。那这个其实现在已经不只是在创业圈里面用了，在个人成长包括阶层跨越这个上面也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听起来这个 MVP 原则就是让你不要去追求一步到位，那它背后的这个科学依据是什么？科学依据就是2025年的一项神经科学的研究就发现，你单纯的去听去看，这个时候你的大脑里面建立的是一些临时的连接，只有你真正的去做了，才会触发 BDNF 这种蛋白质，然后把这个连接巩固成一个长期的记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够真的掌握这个技能。所以说就是这个 MVP 原则其实就是在利用我们大脑的这个学习机制来帮我们加速成长。没错没错。然后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个东西快速的落地，然后获得了正向的反馈，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更有动力去持续的改进。然后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成长型思维是高度契合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不断的通过实践来提升的。这个 MVP 原则在实际生活当中、个人成长当中有哪些特别典型的成功的故事？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叫 Hassan El-Magari， 他在4年的时间里面用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开发了40多个 AI 的应用，然后其中有2个应用 RoomGPT.io 和 RestorePhotos.io 用户量都做到了100万级。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多爆款应用，它的开发方式是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是的，它就是每一个应用都是在1到2周内快速完成一个可用的版本，然后马上就上线。它不会等到说我这个东西完美了才上线，它是通过这种极简的架构，然后调用1、2次 AI 的 API 就把这个核心的功能做出来了，然后通过真实用户的反馈再去不断的打磨。那这种方法的话，就会让它试错的成本变得极低，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去验证它的想法，所以它可以一直保持这种高频的创新。有没有那种特别短的时间内用这个 MVP 原则做出产品然后火起来的？有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21岁的学生，他和朋友用10天的时间就开发出了 Interview Coder， 这是一个 AI 辅助的面试工具，然后他们把这个工具开源免费了，并且发到了领英上，立刻就火了。那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MVP 原则的体现，就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做出了一个极简的可用的东西，然后直接去上线，去获得真实用户的反馈。那这个时候其实推广成本也是极低的，并且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他们也获得了社区非常多的支持。那在社群运营和自媒体创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有代表性的用 MVP 原则做起来的案例？社群运营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然后每天给大家分享一篇职场文章，那这个其实就是他的 MVP。然后他就根据群里面的成员的互动和反馈，他不断的去增加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他后面增加了线上分享会，然后他又尝试了一些低价的课程。那慢慢的他就把这个社群做成了一个有专属 APP， 有付费会员，然后有合伙人机制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他在第6个月的时候，付费会员已经破1000了，然后月收入也突破了10万。自媒体领域有没有类似这种靠着 MVP 思维一步一步把影响力做大的？有啊，比如说有一个中学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小红书上面每天发一条教育心得，那这个就是他的 MVP。 然后他通过粉丝的互动，他发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之后他就开始做系列的短视频，
然后慢慢的去积累了5000的粉丝，之后他就开始尝试做一些广告的合作。那等到他的粉丝量再涨起来之后，他又推出了99元一年的付费专栏，然后他又建了 VIP 的家长群。那这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有近30万了。那后面他又继续的去扩大团队，然后去同步运营抖音、B 站等多平台。那一年下来，他的年收入就超过了100万。说完了成功的例子，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完美主义的认知陷阱。对，为什么完美主义会成为我们个人成长路上的一个绊脚石？然后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完美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成长障碍。就2024年有一个研究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面，它是一个纵向的研究，然后他就指出，完美主义者他们会不断的在心里跟自己较劲，那这种持续的自我对抗会大量的消耗你的心理资源，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同时开了几十个大型的程序，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性能过载。所以说，就是完美主义不光是影响你的效率，它还会让你整个人长期处于一种很疲惫、很焦虑的状态。而且这个研究还把完美主义分成了2种类型，一种是内向型的完美主义，就是他会不断的自我攻击，那这种人他的抑郁的风险是比普通人要高47%。然后还有一种是外向型的完美主义，就是他老是去挑剔别人，那这种人他的焦虑水平往往是翻倍的。然后同时完美主义者他患上焦虑障碍的风险是增加3.2倍，抑郁症是增加2.7倍，进食障碍是高了4.5倍，然后他的自杀的念头也会更频繁，同时他的创造力也会被压抑，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很糟糕。如果我们想要去克服完美主义，在认知上面和行为上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可以用？认知上面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重新去定义你的成功标准，就你不要追求完美，你要学会接受够好就可以了。对，就是完成永远比完美更重要。你要建立一个以进步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主动的去挑战自己的一些绝对化的灾难化的想法？没错，就是你要去识别你自己的一些全或无的思维。比如说你总是觉得我要么就是满分，要么就是0分，那你要把它改成进步是渐进的。然后你要去问自己，最坏的结果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你要学会用灰度思维去看待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有中间地带的。在行为上面有哪些比较有效的可以帮我们摆脱完美主义的方法？行为上面的话，有一个特别有用的方法，就是限时工作法。就是你给每个任务都设一个严格的截止时间，然后时间到了之后，不管做的怎么样，你都必须要停下来，然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那这个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的锻炼你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这个方法听起来很有实操性啊。对，还有其他方法吗？还有就是公开分享法、小步快跑法、失败体验法。公开分享法就是你主动的把你未完成的作品，或者说你的想法展示给别人看，然后去接受别人的反馈。那小步快跑法就是你把你的大目标拆分成很多很多个小的里程碑，然后每个里程碑你都只做一个最小可行的版本。那失败体验法就是你故意的去做一些不完美的事情，然后去习惯失败，去习惯不完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摆脱对出错的恐惧。有没有什么心理调试的技巧可以帮我们缓解完美主义带来的这种压力？有的，比如说正念冥想，就是你每天花10分钟的时间去关注你的呼吸，然后去感受当下，这个可以非常有效的帮你降低你的完美主义的倾向，然后增加你对不完美的接纳。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学会对自己宽容一点，是吗？对，然后你要练习自我同情，就是你要像对待你的好朋友一样去对待自己。然后当你犯错误的时候，你要学会跟自己说这很正常，然后你要去关注你努力的过程，而不是你最后的那个结果。然后你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价值澄清的练习，就是你要去想一想什么东西是你真正在意的，然后确保你的行动和你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完美主义其实经常会妨碍你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有没有那种就是本来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后来他用了这个 MVP 原则之后就彻底改变了的人？有啊，比如说有一个平面设计师，他以前就是因为太追求完美了，所以他经常会一个 logo 改10几遍，然后一个项目拖很久都交不了稿，然后他的客户也经常会等不及就走了，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也很不稳定，可能就只有5000块钱左右。那他后来用了这个 MVP 原则之后，他的工作方式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变化？他就是开始限定自己每个 logo 出稿只花1天时间，然后他会同时出3个不同的方案，然后拿给客户去选。客户选定了之后，他最多再花2天时间去细化，所以他整个的项目从开始到结束1个礼拜之内肯定可以搞定。
那这样的话，它的效率就提升了很多，然后客户也有更多的参与感，所以客户的满意度也提升了。那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可以稳定到15000，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说我终于明白客户要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艺术品。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副业经济的发展趋势与机会图谱。对，就是现在这个2025年，中国的副业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热度？然后有哪些群体是特别积极的在参与？现在这个副业经济真的是爆火的，就有一份2025中国职场人副业地图与轻创业报告，它里面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职场人做副业的比例已经高达62%了，就比2023年提升了整整15个百分点，就是每10个人里面就有6个人在搞副业。对，就大家对于这种增加收入的方式已经非常普遍的接受了。看来真的是身边好多人都在琢磨怎么搞点副业。对，那哪个年龄段的人是最活跃的？其实最积极的是26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副业参与率高达72%，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届的年轻人对于这种多渠道赚钱是特别有热情的。最近这几年，副业经济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有哪些让人瞩目的变化？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2亿人在从事灵活就业，然后副业的从业者占比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平台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3.2万亿元，然后2025年预计是要突破4万亿元的。然后零工经济的市场规模2024年是1.2万亿元，然后2025年预计是要超过1.5万亿元的，就它的年复合增长率是超过15%的。这规模真的是太大了。对，那现在这个副业经济在技能变现和平台化这方面有哪些新的趋势？技能变现已经是副业里面的一个主流的方式了。就有一份2025中国技能经济白皮书里面说，技能服务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7.8万亿元，然后有71%的人是通过把自己的技能重复利用来让自己的收入翻倍的。然后像这种知识付费啊、咨询啊这种脑力的副业，它的平均月收入已经到了9800到10500元，这个收入已经比很多城镇职工的工资都要高了。所以说，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吃香了。对啊，而且这个数字化的平台也让技能变现变得更简单了。就你比如说像闲鱼，2024年有1962万卖家在上面发布技能服务，这个数字是比2023年的945.4万几乎是翻了1倍的。然后包括像抖音小店啊、跨境电商啊这种新的平台，也让很多人可以很轻松的就把自己的技能变成一个副业的收入。那现在这个副业的种类是不是也比以前丰富了很多？就是2024年的7月份，国家也是发布了19个新职业和28个新工种。然后像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啊、工业互联网运维员啊这种数字职业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包括你的副业的收入结构也是越来越多样。就有一份2025灵活就业发展报告里面说，有71.3%的人，他每个月的副业可以给他带来3000块钱以上的收入。然后有28%的人，他的副业收入是超过他的本职工作的。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啊！那副业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帮助我们锻炼这些商业头脑的？其实副业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低风险的，可以去实践商业想法的一个环境。就你在做副业的过程当中，你不光要自己去琢磨怎么找到客户，怎么去定价，怎么去控制你的成本，你还要去想怎么去推广自己。甚至有的时候你还要去学会一些简单的财务管理，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实战的商业思维。所以副业其实是让你在干中学，在实践当中学到这些商业的本领。没错。而且你在做副业的过程当中，你会很自然的去锻炼出一些用户思维、市场洞察力、风险把控的能力，然后包括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真正的让你具备了一个商业的头脑。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会大提升你未来的职业发展的空间的。那不同的副业类型会锻炼出哪些特别的商业能力？然后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成长路径可以参考？其实不同的副业会训练出你不同的核心商业能力。比如说你做知识付费，那你要不断的去打磨你的内容，然后去运营你的用户，然后去设计你的定价策略。那如果你是做电商的话，那你选品、引流、客服这一整套的销售的流程你都要去做。那如果你是做技能服务的话，那你就会非常擅长项目管理、客户沟通，然后专业技能的变现。这么说的话，好像每一种副业都有它可以练到的商业肌肉啊。对。然后你如果是做社群运营的话，那你就是特别擅长用户的分层运营，然后内容规划，
然后社群的氛围打造。那你如果是做代理分销的话，那你就会非常的会销售，然后会团队管理，然后会做网络营销。那你如果是做内容创作的话，那你就会非常擅长内容策划、平台运营，然后商业合作。那你如果是做手工定制的话，那你就是在产品设计，然后供应链管理，然后品牌建设这方面会非常的有经验。那如果说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培养自己的这种商业思维，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路径可以走？有啊，那第一步的话，其实就是你要先识别出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变现的技能，然后去补充学习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品牌和作品集。那第二步就是你要去针对你的目标用户去设计一个最小可行产品，然后去测试市场的反应，然后不断的去根据反馈来优化你的产品。那第三步就是你要把你的业务流程全部都打通，然后制定你的定价，然后建立你的营销渠道，然后开始搭建你的客户管理系统。那最后一步就是你要去打造你的品牌的独特形象，然后去拓展你的业务规模，然后去探索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让自己不断的去升级。有没有什么普通人通过副业把商业思维练出来的真实的例子？有啊，比如说有一个后端的程序员，他就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 GitHub 上面写一些技术文章，然后慢慢的积累了一批粉丝。那后来他就开始做1对1的技术咨询。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收钱的，然后他就是为了积累一些口碑。那等到他有了一定的口碑之后，他就开始定价99元1个小时。那他那个时候每个月就可以有3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技能一点点的变成了产品，然后实现了变现。没错没错。然后他后面就是又做了一些技术的课程，定价499元，然后他的月收入就突破了1万。然后到了1年的时候，他就干脆成立了自己的技术咨询工作室，然后月收入就稳定了3万了。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不光是学会了怎么去把他的知识产品化，他也学会了怎么去做营销，怎么去做客户管理，怎么去做定价，怎么去控制成本。就是他整个的商业能力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教师行业里面有没有那种通过副业真正把商业能力练出来的？有啊，比如说有一个中学英语老师，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录一些免费的公开课，然后吸引了一批学生。那后来他就开始做付费的会员，就是99块钱1个月，然后会员可以享受作业答疑和一些独家的资料。那他后来就是根据学生的需求，他又开发了一些系列的课程，然后他也招了2个助教来帮他一起做这个服务。那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可以到4万。那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学会了怎么去做市场调研，怎么去把他的课程产品化，他也学会了怎么去运营社群，怎么去用数据来驱动他的内容的优化。这些副业都挺不错的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那些成功的副业案例，他们背后的商业模式到底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地方，然后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被我们复制的？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是做 AI 工具开发的，然后他就是在4年的时间里面，一口气做了40多个 AI 应用，然后其中有好几个应用的用户量都是破100万的。那他其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极简开发，就是他每一个应用都是针对一个非常具体的需求，然后它的开发周期都是控制在1到2个星期，并且它的核心功能就是靠1到2次的 API 调用来完成的。它这种开发方式真的是快。对，然后它在推广和增长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它的这个推广的话，就是每次他做完一个应用，他都会第一时间发到社交媒体上，然后去看用户的真实的反馈，然后他再根据这个反馈去快速的迭代，然后他也会把大部分的应用都开源，所以他在 GitHub 上面的人气也非常的高，然后也吸引了很多开发者来帮他一起完善这个项目。然后他也设计了一些病毒式的传播机制，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内置的分享，然后他也有一些免费加付费的这种模式，所以他可以做到每个月有几万美金的收入。除了这种技术类的副业，在本地服务这个领域有没有什么比较创新的商业模式？有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做社区服务中介的，然后他就是把家政、维修、跑腿这些本地的服务都整合起来，然后他做成了一个线上的平台，然后他也不囤货，他也没有什么实体店，他就是靠这个平台来对接需求，然后他就从中抽成。所以说他其实就是用一个轻资产的方式把这个传统的行业做了一个升级。没错没错。然后他为了让大家能够信任他的平台，他也做了非常严格的商家筛选，然后也有评价系统和售后保障。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社区做，然后他做成功了之后，他就开始招合伙人，然后他就把这个模式复制到了很多个社区，
然后他也打造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他也可以有更高的溢价空间。在知识付费和短视频电商这两个领域，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法？知识付费的话，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大学教授，他就是把他的专业知识拆分成了一个一个的系列课程，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学习路径，从入门到进阶，然后他也有配套的作业和测验，然后他就是通过主流的知识付费平台以及自己的 APP， 然后再加上社群的运营以及一些线下的活动，然后他也打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产品矩阵，就是从几百块钱的基础课程到几千块钱的1对1咨询，然后到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企业培训，然后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到了年收入破100万。短视频电商这个领域最近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玩法？短视频电商的话，有一个人他就是专注做女性的配饰，然后他就是通过抖音的短视频和直播，然后来展示他的这个产品怎么搭配，然后他也会在直播里面给一些专属的优惠，然后他也会引导粉丝加他的微信，然后他会在朋友圈里面继续的去推新，然后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到了月销售10万以上。那技能交换平台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比较有创意的商业模式？有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是一个95后的团队做的一个技能交换的平台，然后他就是让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技能去换别人的技能，然后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大家节省了学习的成本，然后也帮大家拓展了自己的社交圈。听起来好像这个平台不光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好像也有一些社交的属性。没错。然后他们的这个盈利模式也很有意思，就是它的基础的服务是免费的，但是它的高级的匹配是要收费的。然后它也会给企业做定制化的技能培训，然后它也会做个人的技能认证，然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到了可持续发展。然后它也通过高校和写字楼的推广，然后加上线下的技能分享会，然后它也获得了非常快速的用户增长。好的，那副业和主业之间到底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协同模式？然后怎么安排时间才能让他们互相促进？其实他们的协同模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在主业和副业之间做一个技能的互补，就你是一个市场经理，那你可以去兼职做一个数据分析的培训师，那你就可以把你在主业里面的实战经验带到你的副业里面去，然后同时你在副业里面学到了一些新的技能，又可以反过来提升你的主业。除了技能互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有效的协同方式？当然有啊，比如说你可以共享资源，就你把你在主业里面积累的一些人脉啊、渠道啊带到你的副业里面去，那你也可以把你的主业的客户变成你的副业的客户。比如说你是做房地产销售的，那你可以顺便做一个家装的咨询，那你也可以去把你在主业里面的一些能力直接迁移到你的副业里面去。比如说你是做 HR 的，那你可以去外面兼职做一个职业规划师。如果我们想要同时做好主业和副业，那在时间管理上面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比较科学的方法？你可以固定的去分配你的时间，就你工作日的时候，每天晚上可以拿出2到3个小时，然后周末的话，每天可以拿出6到8个小时来专门做你的副业。那这样的话，你每周就可以保证有20到30个小时的副业的时间。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当然有啊，比如说你上下班的路上，你可以用来回客户的消息，然后处理一些邮件，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你可以用来做一些计划，或者说整理一下资料，然后晚上睡前你可以用来做一个当天的复盘，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些高效的工作法，比如说番茄工作法，然后批量处理，然后优先级管理，来提升你的时间利用的效率。最重要的是，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清晰的边界，然后保证你的休息和健康，这样你才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明白了。那我们在发展副业的同时，要怎么去防范一些常见的风险？首先，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合规的风险，就你要先去了解清楚你们公司关于副业的规定是什么，然后不要去做跟你的主业有竞争关系的事情，然后也千万不要去泄露公司的机密，然后你也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精力透支，对，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收入的目标，然后不要让副业拖垮了你的身体和生活，然后你也要主动的去跟你的家人沟通，然后让他们理解和支持你，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帮你分担一些。除了这些，在法律和财务上面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比如说你这个副业做到一定的规模之后，
你可能要去注册营业执照，然后你要依法去纳税，然后你也要根据你的需要去买一些保险，然后你也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你要设定好每个阶段的目标，然后也要有一些学习和能力提升的计划，然后也要有一些财务的安排，然后包括你也要想好退出的机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走得更远更稳。聊完了副业，那我们来看看主动争取贵人相助。对，就是贵人相助在我们阶层跨越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社会资本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职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贵人其实就是你阶层跨越的一个加速器，就它其实本质上体现的就是你的社会资本。那这个社会资本其实就是你通过你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调动的资源和机会，然后这个社会资本其实跟你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一样的，都是你实现阶层流动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所以说，就是你认识谁，真的可以决定你有多少发展空间。没错，没错。就有调查显示，超过85%的好的工作机会都是通过人脉关系内推的。然后那些既掌握了前沿技能又有强大的行业人脉的人，他们的薪资往往比那些只有技能没有人支持的人要高出30%到40%。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社会网络当中的位置和我们关系的属性会决定我们能够获得多少资源，能够获得多少机会？其实社会网络理论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就你的社会资本其实有2种，一种就是结构性嵌入，就是你在这个网络当中的位置，如果你是在中心的位置，那你就很容易获得信息和资源，然后你也有更多的话语权。然后另一种就是关系性嵌入，就是你和别人的信任和互惠的程度，如果你们之间是强关系的话，那你们之间更多的是一些情感的支持，如果是弱关系的话，反而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机会和信息。所以说，就是关系的强度和网络的结构其实各有各的作用。没错，没错。然后如果说这个网络里面大家的连接很紧密的话，那信息和资源就很容易流通，但是你也很容易陷入同质化，就是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所以你要善于去利用不同类型的关系和网络的位置来最大化你的社会资本。那贵人愿意帮助我们，背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心理驱动力？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首先就是互惠心理，就大家其实内心都是倾向于去帮助那些曾经帮过自己的人，或者说将来有可能帮到自己的人。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让贵人愿意出手的一个动力。所以说，就是这种互惠不一定是说马上就有回报的，有可能是一个长线的社会交换。对，然后除了这个互惠之外，还有就是价值认同。就如果贵人他在你身上看到了跟他自己相似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你们有共同的理想，甚至是你们的能力是互补的，那他也会更愿意来拉你一把。然后还有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有一些贵人他帮你，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想要体验到那种我能够影响别人，我能够帮助别人成长的成就感。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就是他觉得我既然得到过别人的帮助，那我也有责任去扶持后来的人。明白了。那贵人都有哪些类型？然后他们会给你提供哪些具体的支持？贵人其实有很多种，如果按照他们的作用来划分的话，有一些是信息型贵人，就是他会给你透露一些行业的内幕，然后一些招聘的信息，或者说一些政策的变化，这些关键的信息。那有一些是机会型贵人，就是他会直接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或者说一个项目的合作，或者说投资你的机会。所以说，就是除了这种直接给你机会的贵人，还有一些是在经验和资源上帮你的。对呀，然后还有一些是指导型贵人，就是他会花时间来教你怎么规划你的职业，怎么提升你的技能，然后怎么去应对一些人生的难题。然后还有一些是资源型贵人，就是他会给你资金，或者说给你介绍人脉，或者说把他的平台借给你用，然后让你可以更快的实现你的目标。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从社会结构聊到了个人成长，然后聊了怎么去积累资源，怎么去培养自己的能力，然后怎么去借助平台和人脉，最后聊了怎么去把握一些新的机会，然后实现阶层的跨越。